这天，久未发生命案的天堂岛上，终于又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此次的死者是即将嫁入豪门的中年女子安姐。安姐的未婚夫马老板是一名亿万富豪，经营着一家拥有近100个门店的连锁酒店。马老板是二婚，安姐则是首次嫁人。就在婚礼的前一天，安姐突然在马老板名下的一座酒店内坠楼身亡，这里也是两人准备举行婚礼的场地。发现尸体并报警的人正是马老板本人。据他回忆，案发之前，他正和自己的大女儿玛雅在酒店的庭院里招待前来参加婚礼的上百名宾客。在此期间，马老板忽然收到一条安姐发来的诀别短信。安姐在短信中声称自己没有勇气面对流言蜚语，决定一死了之。原来就在昨天，当地的一家八卦媒体挖出了安姐少女时期未婚先孕并抛弃生下的婴儿的丑闻。尽管马老板一再强调自己并不在意安姐的过往经历，可是安姐自己却对这桩20多年前的陈年旧事耿耿于怀。马老板在收到短信后，担心未婚妻做出什么傻事，赶忙撇下现场的宾客，独自爬上楼，来到安姐居住的3楼317客房。当马老板用门卡刷开房门时，发现门后挂着防盗链，他只得站在门外呼唤安姐的名字，让对方赶紧将门打开。谁知房间内的安姐只是大声说了一声对不起，就再没有说一句话。心急如焚的马老板随即暴力撞断防盗链，冲进了房间。当时马老板的儿子马修和小女儿玛莎也听到动静赶来，跟在父亲后面进入了安姐的房间。3人进屋后发现屋内空无一人，直到他们走到阳台时，才赫然看到安姐浑身是血的躺在楼下的空地上。马老板的大女儿玛雅则正站在安姐的旁边，惊慌失措地叫喊着安姐的名字。然而安姐自始至终毫无反应，显然已经身亡。根据玛雅的证词，她是在酒店庭院里向参加婚礼的宾客们详细介绍明天的婚礼流程时，猛然听到一声重物坠地的闷响。玛雅循声望去，看到是有人坠楼。等她走到坠楼之人的近前，才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准继母安姐。从马老板和玛雅的描述来看，安姐应该是死于跳楼自杀。而且安姐留在房间的手机上确实有一条发送给马老板的诀别短信。不过负责侦办此案的天堂岛警局的新任局长杰叔在勘察完现场后，却觉得事有蹊跷。杰叔在检查尸体时，发现安姐的10根手指上只有左手大拇指的指甲上新涂上了红色指甲油，且安姐房间梳妆台上放着一瓶尚未拧紧瓶盖的红色指甲油。由此看来，安姐在死亡之前还在给自己涂抹指甲油。一个准备自杀的人，怎么还会有心思涂抹指甲油呢？就算安姐爱美，希望在死前将自己装扮得漂亮一点，她也应该将10根手指的指甲全部涂完才会赴死，而不是只涂了1根大拇指的指甲就迫不及待地跳下楼。因此杰叔认为安姐很可能不是死于自杀，而是遭人谋杀身亡。问题是，如果杰叔的推测成立，凶手是如何杀死安姐的呢？从马老板的证词来看，安姐的死亡现场明显是一个完美的密室。凶手在将安姐推下楼后，又是通过什么方式离开了她的房间呢？由于暂时无法破解密室之谜，杰叔只得指派自己手下的3名警员老莫、逼哥和玫瑰详细调查了死者安姐的个人资料和社会关系。老莫等3人很快查明，死者安姐今年42岁，不是天堂岛本地人，平时和未婚夫马老板一直生活在伦敦。他们此次前来天堂岛，只是因为这座小岛风景宜人，安姐和马老板想在这里举办婚礼，并且安姐是第一次来天堂岛，在当地没有任何熟人，而受邀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都是跟马老板或安姐关系要好的亲友。安姐跟这些亲友之间既无利益冲突，也没有产生过嫌隙。此外，安姐是一名工作认真的女强人，她在3年前入职了马老板创办的马氏集团，成为马氏集团的人事总监。马老板正是与其在工作中日久生情。在马老板之前，安姐交过2任男友，但都没有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就宣告分手。而现年56岁的马老板在跟安姐交往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他的第1任妻子早在15年前就因病离世，亡妻死前给马老板生下了1儿2女，也就是马修、玛雅和玛莎。马老板的大女儿玛雅今年30岁，只比安姐小12岁。因个人能力出众，玛雅从20岁开始就辅助父亲经营公司，如今已代替马老板成为马氏集团的总裁。马老板的儿子马修今年28岁，是马氏集团旗下连锁酒店的首席体验师。
主要工作就是前往连锁酒店不同的门店体验服务，提出改进意见。马老板的小女儿玛莎今年26岁，是一名性格叛逆的女孩。玛莎在16岁时就辍学回家，期间做过演员和动画配音工作。虽然她的音色尚可，能够塑造各种卡通角色的声音，可是由于不思进取，玛莎仍然丢掉了好几份工作，现在主要依靠父亲的资助度日。另外，女警员玫瑰在调查安姐的个人信息时发现，大约在5周之前，安姐曾报警称有一个疯女人不停骚扰和辱骂她，有时还在夜晚敲击她的房门。玫瑰从知情人口中获知，安姐口中的疯女人其实就是马老板的小女儿玛莎。可见玛莎和准继母安姐之间的关系很不融洽。而且安姐少女时期未婚先孕，弃养亲生骨肉的隐私，正是玛莎捅给媒体。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只有这个玛莎存在杀害安姐的动机。杰叔和玫瑰随后对玛莎进行了当面盘问，玛莎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十分讨厌安姐，原因是安姐和马老板尚未成婚，就开始对玛莎管东管西，经常指责玛莎不务正业，这么大还靠着父亲养活。为此，两人经常爆发激烈争吵。不过玛莎矢口否认自己跟安姐的死有关，更何况安姐坠楼时，她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玛莎的房间刚好在安姐的317号房对面，她是听到父亲马老板撞门的声响，才出门查看情况。等到马老板撞开安姐的门，玛莎就和同样听到动静赶来的哥哥马修跟在父亲后面进入了安姐的房间，结果看到安姐已经坠楼身亡。玛莎的哥哥马修很快证实了妹妹的证词。据马修所言，他住在4楼的417房间，案发时马修正从4楼走步梯下楼，在走到3楼的楼梯口时，他听到父亲正在撞击安姐的房门，于是就走过去想要看看出了什么事。当时他的妹妹玛莎已听到响动，走出了自己的房间。等到马老板撞开房门时，马修和玛莎就跟着父亲一同走进了安姐的房间。由此看来，唯一的嫌疑人玛莎的确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等杰叔和玫瑰无功而返回到警局时，法医向杰叔提交了安姐的详细尸检报告。尸检报告表明，安姐的死因是从高处坠落造成的颅脑损伤，她的身上没有明显的搏斗痕迹，也没有可疑指纹、皮肤组织和衣物纤维之类的线索，看上去确实像是自己跳楼身亡。不过警员老莫和 B 哥随后带来的2条新线索再次增大了安姐是死于谋杀的可能性。一条线索是，马老板的大女儿玛雅一直认为安姐和她的父亲在一起是为了谋求马老板名下的巨额财产。为此，玛雅曾要求安姐签署一份婚前协议，协议规定安姐结婚后无权独自占有马老板的任何财产，但安姐拒绝签署这份协议。马老板也觉得玛雅拟定的协议太过苛刻，甚至有侮辱安姐人格的嫌疑，因而坚定地站到了安姐的一边，最终致使这份协议不了了之。而老莫和 B 哥带回的另一条线索则是跟马老板的儿子马修有关。据两人查证，马修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大色狼，这货经常利用体验自家酒店服务的时机，骚扰门店里长相漂亮的女员工。这些女员工碍于马修老板儿子的身份，对其敢怒不敢言。没想到马修却因此越来越过分。1个多月前的一天，他以帮父亲和安姐考察婚礼现场的名义，住进了天堂岛上的自家连锁酒店，并强行侵犯了酒店里一个名叫丽丽的女服务员。尽管事后丽丽收取了一笔封口费，没有选择报警，可是此事仍被安姐知晓。安姐是一名女强人，也是马氏集团的人事总监。她对马修侵犯女员工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准备收集资料，直接将马修告上法庭，送对方去吃几年牢饭。老莫和 B 哥带回的这2条线索表明，玛雅和马修也存在杀害安姐的动机。然而最令杰叔感到不解的是，倘若安姐真的死于他杀，凶手又是如何伪造了一个完美的密室呢？而且存在杀人嫌疑的3个人，玛雅、马修和玛莎，案发时都不在安姐的房间内。假如凶手在这3个人之中，对方又是怎样做到在杀完人后，并在马老板等3人闯入房间之前，逃离了安姐的房间呢？就在杰叔的思维陷入混乱之际，马老板忽然主动来到警局，他对警方迟迟不肯结案感到极度不满。在马老板看来，安姐明显是死于自杀，而自己的3名子女虽与安姐关系都不太融洽，却也绝无可能会闹到非要杀死安姐的地步。说完，马老板态度强硬地要求杰叔尽快结案，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警局。马老板前脚刚走，天堂岛总警署的署长就来到警局，
他是受到马老板的施压，也是前来催促杰叔尽快结案，以免得罪财大气粗的马老板。据说马老板在天堂岛投资建造的酒店，不仅解决了当地上百人的就业问题，还大大增加了本地的 GDP。最后，署长只给了杰叔1天时间，如果1天之内杰叔仍然找不到证据证明安姐死于他杀，就必须以自杀的结论结案。署长走后，杰叔陷入了深深的郁闷之中。除了工作不如意之外，杰叔最近还有一件烦心的私事。他此前一直在伦敦警局任职，过惯了大城市悠哉悠哉的公务员生活。谁知不久之前，天堂岛警局的上一任局长马叔因个人原因申请调离了天堂岛，杰叔才被警局领导发配来此任职。跟杰叔一起登岛的还有他的女儿杰妮。杰妮刚刚高中毕业，目前正在休暑假，所以跟着父亲来天堂岛度假。眼看暑假即将结束，杰妮不得不返回伦敦读大学。杰叔舍不得女儿离开，这几天一直郁郁寡欢。今天正是杰妮乘坐航班离岛的日子。杰叔在把女儿送到机场，独自返回家中之后，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情绪变得更加低落，并不自觉地念叨了一句：这丫头带走了自己的所有东西，就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一样。刚说完这句话，杰叔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光亮，一瞬间他终于想通了凶手的身份以及对方伪造密室的手法。第二天一大早，杰叔将所有涉案人员召集起来，开始了自己的推理。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安姐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谋杀，并且凶手不是一个人，而是3个人。这3个人也不是别人，正是马老板的3个子女马雅、马修和玛莎。案发当天，安姐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涂抹指甲油时，玛莎敲开了她的房门，声称住在楼上417房间的马修让安姐赶紧过去一趟，说是有重要的事情相告。由于玛莎催得非常急，信以为真的安姐匆忙盖上指甲油的瓶盖，都没来得及拧紧，也没有带上自己的手机，就独自上楼去找马修。马修的417房间刚好在安姐的317房间楼上。等安姐进屋之后，马修故意将她引到阳台上说话。与此同时，待在安姐房间里的玛莎挂上了门上的防盗链，然后用安姐的手机给父亲马老板发送了一条诀别短信。等到马老板看到短信，赶到安姐的门口呼喊安姐时，房间里的玛莎刻意模仿安姐的音色，朝着屋外喊了一声对不起。根据警员老莫和逼哥此前的调查，玛莎做过动画配音工作，音色相当不错，能够塑造不同卡通角色的声音。对她来说，模仿安姐的音色喊一句对不起应该不是难事。果不其然，玛莎的模仿秀成功骗过了父亲马老板。他的这声对不起其实有2个目的，一是让马老板误以为安姐在房间内，二是给楼上的马修发出动手的信号。喊完对不起之后，玛莎匆匆躲进了安姐房间的浴室，并关上了浴室的门。楼上的马修则当即将安姐推下阳台摔死。等马老板撞断防盗链进入安姐的房间后，玛莎又悄悄从浴室溜出来，假装自己听到动静，跟着父亲进入了房间。而马修在将安姐推下楼后，也迅速下楼来到安姐的房间。兄妹俩随后跟着父亲来到房间内的阳台，一起发现了楼下的尸体。在整个过程中，玛雅始终在1楼的酒店庭院里向宾客们讲述婚礼的流程，目的是吸引宾客们以及酒店工作人员的注意力，以免有人看到安姐是从4楼坠落，而不是3楼摔落。案件发生之后，马修和玛莎又向警方提供了虚假证词，使得警方产生了一个印象，那就是马修和玛莎好像是跟随父亲马老板一起进入了安姐的房间，从而成功误导了警方的调查思路。而马老板在案发期间自始至终都在担心未婚妻的安危，完全记不清马修和玛莎是何时出现在自己身边。杰叔能够勘破此案的玄机，则是因为他的女儿杰妮离开后，他曾望着空荡荡的房间，不自觉地说了一句：这丫头带走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就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一样。正是自己的这句喃喃自语，让杰叔猛然醒悟过来，原来案发之时，安姐根本不在自己的房间。玛雅、马修和玛莎3人利用了死者不在现场的思维逻辑，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密室，目的自然是想将安姐的死伪装成自杀身亡。听完杰叔的推理，马修的心理防线率先崩溃，他语无伦次地将全部罪责全都推到了姐姐玛雅身上，声称杀死安姐都是玛雅的主意，自己只是被迫听从吩咐。他的这番脱罪辩驳无疑佐证了杰叔的推理结论。旁边的玛雅和玛莎看着马修的怂样，也只得承认了杀人罪行。作为3人中的老大，玛雅还主动坦白自己的确是此案的主谋。案发的经过跟杰叔的推理几乎一模一样，
而在结束推理时，全程如坠云雾的马老板，在确认是自己的3个子女合谋杀死了自己的未婚妻后，整个人又如遭雷击，僵在原地动弹不得。本期的节目来自于高分推理英剧《天堂岛疑云》中的经典案件——自杀的准新娘。这是一套逻辑严谨的本格推理剧集，里面有大量匪夷所思的谋杀轨迹。对此类题材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主页找到《天堂岛疑云》的专辑翻来看看，以前讲过的其中一些案件都非常不错。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让甜橙的声音长期陪伴您吃饭、开车、睡觉、洗澡、化妆、做家务。下期见。